好，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你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謝中岳。從兩岸大事到國際局勢，從地緣變局到強權角力，我們今晚的節目就要帶你層層拆解，然後精準的剖析。首先跟大家介紹節目的三位來賓：前資深外交官謝文吉，謝大使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學戰略所副教授林穎佑，穎佑哥你好；中岳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方恩格 Ross 你好，大家好。非常感謝三位來賓今天加入我們的討論。好，那我們今天要聚焦的主題，首先就要放在東北亞的情勢轉變，包括南北韓，包括美中兩國，就是出現了自韓戰以來最劇烈的外交關係變化。另一方面呢，針對經濟的議題，我們要帶你來探討眼前非常重大的美債危機。貝森特有出手相救，但是效果不彰。未來會不會變成更全面性、更大規模的經濟災難呢？我們稍後就請現場的來賓來為你一一做解析。不過在節目開始前，也要先請觀眾朋友們，如果是用 YouTube 收看的話，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讓你未來每周六都可以搶先一步接收到最新的專家國際情勢分析。好，那麼馬上進入正題。首先帶你看到關於南北韓、朝鮮半島這一塊，更準確的來說，這個是這個東亞的安全局勢。現在呢，出現了非常多外交關係的轉變。美國跟南韓這個80年來的同盟出現相當多的外交裂痕。所以從軍事這一塊，我們就帶你來看規模非常盛大的以知自由護盾美韓聯合軍演，好被腰斬了。原定進行的是11天時間。要進行到8月27號，結果沒想到被砍了6天，從8月21號就要停止。那他們取消的部分呢，就是第二部曲針對北韓的反攻演練。川普對此其實也有一個台面上的理由，他說因為軍費成本太高，容易向北韓傳遞惡意、敵意，還有南韓拒絕協助處理伊朗的問題，所以可以看到川普他是講得很白，就是因為不想給北韓傳授敵意，然後呢，他也批評南韓總統李在明不幫他在荷默茲海峽重啟。我們看到南韓這方面呢，他們就說其實荷默茲海峽不屬於美韓共同防禦條約裡面協議條約的範圍，所以韓軍他們沒有義務去到中東幫美國收拾。另一方面呢，其實南韓也擔心介入伊朗的問題會面臨伊朗報復的風險，所以呢才會因此拒絕川普提出的請求。李在明因此拒絕出兵，但是他支持韓美軍演。李在明甚至在公開場合他說其實是同意美韓這一次以知自由護盾聯合演習縮減規模的，那就是希望能降低半島緊張情勢。再來我們看到另一方面呢，美國是想要來拉攏北韓了。川普說他希望最快11月赴亞洲參加 APEC 期間，就是年底訪中國的時候呢，可以順道跟金正恩來一場川金會，這等於是繼續他第一任期3次川金會之後的第4次，希望能針對這個核談判呢，還有朝鮮半島的緊張降溫來談出更多的結果。對此呢，其實我們目前來看，金正恩並不領情的，他表示對川金會的安排他毫不知情，根本不知道有這件事。北韓的官媒甚至還批評了美韓軍演。不過有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點，就是在批評的致辭當中呢，完全沒有提到川普這2個字。再來呢，平壤的反應是什麼呢？就是在川普釋出了這個川金會的消息之後，北韓又對日本的專屬經濟海域附近試射了10枚多達10枚射程高達300公里的短程彈道飛彈。所以呢，從這就可以見到其實金正恩對於川普的這個他傳遞的訊息還是警告意味濃厚。而現在美國跟南韓之間又出現外交裂痕，所以朝鮮半島局勢出現了非常多的变化。好，那麼針對這個方面呢，我們請教就要第一個問題就要來請教謝大使您了。請問你覺得川普現在想要拉攏北韓，想要再跟金正恩展開第4次的對話，金正恩會同意嗎？然後呢，還有這個包括南韓李在明這個角色也非常的重要，他如何避免南韓被排除在川金會之外？對，事實上這個金正恩的答覆已經很清楚了，他根本就是說，不要說食之無味他根本連想跟川普見面的這種一點點胃口都沒有。因為今天川普會去找金正恩，主要是因為這個朝鮮的這個核子武力，而且他這個跟俄羅斯的這個合作，軍事合作越來越密切，所以呢，這個從金正恩角度上看，他可能就說，川普你是表面上想跟我做朋友，其實呢，內地裡你想是要建立我跟今天普丁的關係。川普在過去跟這個金正恩在過去也跟川普打過交道，後來2個鬧得不歡而散
而且以川普這種翻手是雲覆手是雨昨天說的是，今天就不算數，對，今天說的是，明天絕對可能變卦的情況之下，金正恩不會輕易相信川普的，而且他現在重點放在2個地方了。第一個，軍事安全就是靠俄羅斯，跟俄羅斯基本上已經怎麼樣，一起在戰場上同進同出了，對。另外一個經濟發展上，他在這個去年的時候也跟中國大陸表達說，他也希望現在搞什麼類似中國的改革開放，那麼向中國取經，這樣把一個這個共產主義的體制把它轉換成一個怎麼樣，像中國大陸目前這種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快速改善的這種模式，所以川普不是他重點那所以像川普這次其實是蠻怎麼講呢？賠了夫人又折兵，對，他把自己的朋友先出賣，想要討好他朋友的敵人，可是他朋友的敵人毫不買賬，所以現在說年底正在想要安排到這個深圳去跟這個川普見面，金正恩目前沒有任何的這個接受的表現，所以在這個過程中，川普必須要拿出真金白銀。也就是說，你今天你要見金正恩，金正恩就你找我什麼事情講清楚，對我有什麼好處？沒好處的話，免談，不需要你。所以現在這個情況就是都講得很直白。那川普來講的話，他的最大的問題就是說，他這個人沒有信用，沒有人會相信他，都認為他所有的承諾都是短暫的，他所有的話都是怎麼樣有目的的。所以現在我覺得川普越來越怎麼講呢？越來越把自己的路都走絕了。他這一次跟韓國來講的話，這個我先講結論：川普怒而撤軍李在明樂在心裡，因為李在明也很清楚我就希望降低跟這個朝鮮之間緊張。以前這些仗，以前這種緊張，你美國人朝鮮半島的緊張，你美國人負一半責任。你在那邊陳兵這麼久，在過去尹錫悅的時候，這個美國還說要把這些核子動力的相關的這些船艦送到韓國去，你不是都是美國造成的這些動盪嗎？當然，當時國內尤其尹錫悅這些把那個情勢也搞得很緊張。那現在上台的這是韓國，這叫說進步派。進步派他們的基本的政策跟保守派是南轅北轍的。對外是這樣什麼？對外是中美平衡，不是保守派的一面倒向美國。然後朝鮮半島兩韓之間不放棄統一，降低緊張跟衝突，這是進步派的一貫主張。所以李在明上台以後，他就在往這條路走。所以你川普說，哎呀，這個東西這個演習太花錢了都是從美國出錢，所以我現在把它砍半。對，11天變成5天，其實正中李在明他們這些所謂的這些進步派的這些下懷，所以川普我覺得就是說常常怒而心失，結果呢搞不清楚狀況，最後把自己怎麼樣賠了夫人又折兵。那現在事實上川普最重視的還是怎麼樣？還是他的跟伊朗的戰爭，還有一點就是他跟人家敲詐勒索的錢也要人家付韓國被他敲詐勒索，一共3500億美金，事實上是談了1000億。那這1000億裡面，他要韓國人把造船的這些廠設施都移到美國去，哪有那麼快人家造船廠，你要搞一個船塢也不是這麼快的。你去年講，今年就要我幫你造船，你川普也想得太簡單了吧？就跟你想搞白宮的東廂，你說要蓋9月24號就蓋得出來嗎？錢都沒有着落來。所以現在我覺得川普，我覺得他做的事情事實上的話，應該是輕痛仇快了。那他能夠欺負的大部分都是誰？都是他的盟友。都被他這個要錢壓着要錢，然後羞辱，然後呢，你看看他寫的那篇文章能看嗎？川普在他那個出手球寫他把這個軍演降低要怎麼樣把它 substantially reduce， 就是說實質的把它怎麼樣降低。他一開始就是什麼？
他說基於我跟金正恩非常友好的關係，我對美國很久以前同意與南韓展開的這一場軍事演習，我覺得非常不高興。金正恩他怕得罪他朋友，所以他要把這個演習。所以你說韓國還好，韓國李在明是很穩的，心裡面其實怎麼樣，很高興啊！你美國自己要撤退，對不對？你美國要把韓彈島放棄，早就心裡就這麼想了，哎，只差沒放鞭炮而已啊。所以介大使的意思就是說啊，其實李在明對於現在我們看到韓美同盟似乎有一點拉遠關係。他其實實質上是感到贊同的。然後呢，針對這個美國跟北韓這一部分呢，其實金正恩呢，他還是對這個川普存在很多疑慮的，因為就怕說啊，如果我跟你談什麼，你可能會背棄你的承諾，對，這樣的一個意思。好，那其實呢，針對這個東北亞的議題呢，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中國大陸這個國家的。好，正當川普在拉攏金正恩想要跟他談話的時候呢，其實我們看到中國對南韓也是動作頻頻，這包括到最近一個可以說是歷史創舉的一幕，就是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跟南韓總統李在明可以看到他們握手了，而且可以看到心情是非常好，是笑容滿面哦。所以呢，王毅这是睽違5年由中國外交部長去到訪南韓，那他這一次就是受到李在明總統的最高規格的接見。那麼看到了，其實呢，這就顯示了中韓關係是漸漸走強的，因為包括在上一任政府尹錫悅從來沒有中國官員去到訪過南韓。中國這方面呢，其實外界專家也有很多的評論、很多的分析，他們認為說，第一個，中國就是要強調南韓應該自己要戰略自主，不能完全只靠美方，所以他們也跟南韓說了，你們不必在美中之間選邊站，沒有說一定要靠中國，也沒有說一定要靠美國，你們要自己做好決定。那再來，其實中國這3大考量呢，就是要避免南韓全面加入美國的軍事跟科技圍堵，等於說要讓這第一島鏈這條防線呢又變得更加的強健。第二個呢，就是要重新取得對這個朝鮮半島議題的發言權，就是讓中國如果跟南韓更好的話，他對朝鮮半島這邊也會增加一些話語權，增加北京的影響力。最後一個呢，當然就是要降低南韓選邊的意願。一方面呢，對南韓可能也是好的，因為李在明總統現在也不斷的強調說他們要現在趁這個時候呢，發展國防自主權，也在不斷的產出更多的國防武器。好，那其實針對這一點呢，其實我們看到南韓他們也是有一些戰略利益存在的，包括安全靠美國，經貿留住中國。所以一方面呢，其實沒有跟川普撕破臉，就是希望美軍還是可以繼續保護南韓，有一個防衛保護傘的角色。另一方面，王毅訪南韓呢，跟李在明會見，可能也是要讓中國在南韓這邊的生意商業可以擴大，就是可以增加自己的外交籌碼，這個也是一個戰略自主的一個態勢。不過呢，其實中國讓南韓在面對華府施壓時，以後如果中國跟南韓強化關係的話，就變成說，南韓可以不用完全聽川普的話，因為他可以說現在中國跟我變好了，讓他有更大的議價空間存在。好，那我們這一題呢，我們就想要來請問一下尹佑哥了。我剛剛不断強調一個這個關鍵字啊，就是叫做南韓的防衛自主權。南韓確實現在包括戰車啊，有這個 K2 黑豹嘛，然後戰鬥機有 KF-21獵鷹，他們真的有發展出更多的現代武器出來。那你覺得南韓這一條路走得下去嗎？這邊的話，我們要先去觀察的，就是說一個國家的一個防衛戰略，一定都是會是跟它的假想敵有關。所以其實剛剛主持人有特別提到了王毅啊、李在明啊，感覺上中韓這個南韓這一邊，中國跟南韓這邊，感覺上兩邊好像走得很近。因為最基本的一個原因，就是對於南韓、對於首爾來講，他的敵人不是北京啊，他的敵人是誰？是平壤，是北朝鮮。北朝鮮就是對他這個大軍的一個壓境，所以其實對於今天的南韓來講的話，他跟中國的關係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空間。這個是一個我們在講的一個國家的防衛戰略，一定會基於他的一個假想敵來去做調整。好，那這個假想敵來自於哪裡？在北方，在朝鮮北朝鮮是陸地，所以其實對於南韓來講的話，他今天的一個部隊，他非常強調就是他的陸軍，特別是他的一個炮兵，因為他的炮兵要那個火炮要能夠飛越這個DMZ， 我們講的那一個38度線非武裝區，所以其實雙方的一個火力跟雙方的陸軍是相當的一個重要。那這裡也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說現在美國可以提供給南韓什麼東西？說實在，美國我們說有核子保護傘啊，怎麼樣的？可是今天北朝鮮會使用核子武器來對付南韓嗎？
應該是不會，因為太近了，我丟過去的話，那輻射層不是剛好就也會飄過來我北韓嗎？所以其實今天對於南韓來講的話，它跟美國說實在這邊的話，它倆跟美國之間的互動，基本上從過去到現在都非常的密切，但是他們現在也在重新在調整的一個狀況，因為其實今天的一個北方的一個敵人，對北朝鮮來說，它對於南韓的威脅跟美國會認定的威脅是不一樣。為什麼美國還會說要這個薩德啊，還有說一些非常多的一些武器要放在南韓？可是今天南韓會覺得說，你今天這些武器是防衛你美國，不是防衛我南韓呢？所以其實現在來看的話，南韓在軍事上面，它又有重新去做了一些調整。特別是對於南韓來講，它為什麼我們過去講南韓的一個建軍，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一個建立在美軍駐朝鮮半島的前提之下。可是現在南韓也會想的就是說，如果今天美國要去做一些調兵遣將，像是在中東這邊，我們看到可能飛彈要先運過去中東啦，或者是現在美國在這一個第一島鏈這邊的部隊需要做一些移防啦。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的話，我是不是可以靠我南韓的一個防衛去擋住現在的一個北朝鮮？所以這也是今天他們必須去做一些轉型調整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原因。那這裡的話，我們當然就是看到南韓的話，它現在在這一個地面部隊上面，其實有很多的一個進步，甚至是它的155炮彈還可以外銷去給烏克蘭。所以其實現在的話，南韓這一邊它有它自己的成長。可是我從一個整體戰略的角度來看的話，現在的一個感覺上，美國跟南韓這邊關係好像是有一點這一個疏離。可是實際上，對於南韓來講，它還是要靠美國。為什麼？最大的原因就是它還是要美國有駐韓，因為美國的海空軍這塊的能量是可以去掩護南韓。南韓沒有錯，南韓我們看到什麼世宗大王啦，或者是它的這個新的一個戰鬥機啊，可是在數量上面，它還是會需要美國對它的一個支持。同樣的，今天的一個今天的南韓，它一樣跟日本這一邊會有一些矛盾出現。那這個時候出現矛盾的時候，就要靠誰？靠美國後面的老大哥來去幫他做一些調解。所以其實總結來看，現在的美韓或許會有一些小小的摩擦，但大體的方向應該是不會再有太大的改變。好，那優哥啊，其實我想再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像從韓戰以來啊，其實我們看到每次韓軍出現的時候，就一定會有美軍在旁邊。對。假如說有一天呢，川普他真的撤出了，那這樣的話，南韓他們單獨軍隊自己存在那邊，那會是什麼樣一個情況？如果今天只有靠南韓的話，我自己會認為啦，因為現在北韓它的地面部隊的能力也沒有那麼強。北韓這幾年的能力很強，可是它強是在哪裡？強在核子武器。強在他的一個海軍這一塊，所以我會覺得，就是如果今天真的美軍撤出，我們如果從10年前的話，還沒有俄烏戰爭，還沒有什麼狀況的話，如果10年前北韓敢打的話，我會覺得是南韓跟美國可以打回去。但是如果今天我們把美國的因素抽離的話，我會認為南韓是自保有餘，但是你說要反攻，我覺得這邊我還是打上一個問號。好，謝謝優哥。好，那我們現在其實看到美國撤軍的動作呢，到底有沒有存在呢？最近為川普分散很多注意力在這個中東戰場上，所以變成說啊，把這個喬治華盛頓的航艦唯一一艘原本部署在印太地區的喬治華盛頓號戰鬥群，好撤離亞洲。好，從那個馬六甲海峽那邊到印度洋，現在已經正式的抵達中東了。這代表什麼呢？這個西太平洋地區沒有任何一艘的美國航艦，美國總共有11艘航艦，現在大部分都部署在中東，專注於伊朗作戰。但是亞洲呢，現在是處於一個戰力短缺的窗口。所以呢，我們現在看到了常駐日本的華盛頓號呢，完全被調往中東，接替林肯號，因為他們最近很多新聞嘛，說林肯號上面士氣相對低落一些，因為已經部署超時了。那中東戰場延續投入了更多的資源在上面，就恐怕就是會讓這個亞洲部署方面呢就受到排擠。那其實啊，也是有人認為說啊，恐怕這就是跟為什麼川普現在要跟金正恩想要對話，尋求無條件對話，也是有一點關聯的。因為川普說啊，這一次縮減美韓軍演是要傳達善意給金正恩，不想釋出美韓對金正恩是敵意的。但是有沒有可能他是被迫這麼做的呢？畢竟現在西太平洋、朝鮮半島甚至日本這邊完全沒有任何一個美軍的航艦戰鬥群存在，所以有沒有可能這個已知自由盾縮減規模，是因為沒有辦法去進行這個反攻的演練呢？那我們這一題就想請教一下 Ross 了，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啊被迫這麼多，因為軍力消減？不要想太多了。那美國調入一些資源，因為正在打仗而已，這個不是長期的狀態，所以我相信不久之後，美國會做適當的調度啊，不管是航母或其他的資源，尤其是川普他向國會要明年的國防預算要
大幅的提升。那很多這些錢也是會投資在亞太地區啊，不管是人力或者美國軍事基地的基礎建設等等啊，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說，美國沒有撤離亞太地區的計劃，包含南韓，美國也不會。川普剩下兩年半的任期，我相信他完全沒有計劃放棄這個，不管是南韓、菲律賓、日本的防禦條約，根本沒有這件事情。他也沒有放棄美國跟南韓的關係，不管是經貿、國防等等。畢竟去年跟南韓有達成這個貿易協定啊，條件是跟台灣很相似，不管是降低對美國的關稅，或者南韓企業承諾投資美國好大的金額。那當然，川普知道的，如果防禦條約我放棄，那他們就會放棄貿易協定，對不對？所以川普根本不會這樣子。而且我跟觀眾朋友說，其實從50年前跟台灣一樣，有很多韓國人是移民到美國去，那現在已經是第3甚至第4代。那國會議員，共和黨籍、民主黨籍的韓國裔是越來越多。那不管是拜登政府或川普政府團隊，也有很多韓國裔。所以南韓跟美國的關係，我真的沒有什麼，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擔憂了。那雖然川普是把這次的大規模軍事演習縮小。他第一個任期也是有這個想法，那個時候也是常常說，我覺得美國在日本、南韓、NATO、北約有負擔太多了，那你們都要多一點負擔啊。基本上這些國家，包含北約都有配合，這個是川普算是一種 SOP， 他真的希望這些國家對國防或者美國駐在那邊的軍事開銷，他要他們負擔更多，就是他的談判的策略，他都是這樣，但是他不會放棄，沒有什麼裂痕。你剛剛說美國跟南韓有裂痕，完全沒有這件事情。所以這意思就是說，因為像是這些海外資產對美國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即便現在他的在中東那邊比較着急，所以把航艦帶過去了，但是那邊處理完畢之後，就是會一定重返亞太，因為抗中戰略還是他們優先。還是有這個抗中的或者了解。我剛剛說的有條約，雖然川普常常說他對這些國防的防禦條約他有很多質疑了，但是他從來沒有放棄一個，不管是北約、日本、南韓。菲律賓他都沒有放棄了，所以我對這個問題，我覺得雖然是會產生很多政論節目的討論，不管在美國或在亞太地區，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個就是川普的 negotiating 的，他是談判的策略，而且北韓金正恩這件事情，我們都知道，川普很想拿到一個和平獎。諾貝爾和平獎，那不管是因為他解決中東問題，或以色列跟哈馬斯，或烏俄戰爭，或亞美尼亞跟阿塞拜疆，或非洲等等，或去年他也是介入柬埔寨跟泰國的短期戰爭，巴基斯坦跟印度他都有。那北韓的話，如果有機會，哪裡有機會拿到和平獎，他就去那邊。所以當然雖然他過去1-2年是很忙，不管是烏俄或伊朗，那他現在如果他覺得我有空跟金正恩見面，他就會去花一點時間看看有沒有機會達成一個協定。好，非常感謝 Russ 的分析。好，那我們休息一下，稍後廣告回來帶您進行全面劇本的推演。好，歡迎回到《寰宇全世界》的節目現場。我們要馬上針對東北亞局勢未來可能的發展，來跟你進行3套劇本的分析。首先跟你講解一下這個最新的情勢是怎麼樣呢？就是外交關係出現重大的改變，川普想要跟金正恩尋求無條件的對話，就代表說，如果金正恩同意的話，今年我們就可以看到第4次的川新會就會成型了。另一方面呢，南韓陣營則是尋求跟北京強化關係，包括這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睽違5年訪南韓。然後李在明總統是以最高規格來接待這位中國外長，
所以呢，這是代表中韓之間的關係確實是有升溫的跡象。好，不過其實現在相信這個李在明他可能心裡也是有一點擔心的，因為就怕其實如果川普跟金正示好呢，而且再加上現階段美韓聯合演習又縮減了規模，整整腰斬了一半，這會不會代表說其實李在明很難跟他的人民交代說美國的保護傘還會繼續存在呢？事實上，更重要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這一套川普對南海的南韓模式有沒有可能複製到其他的印太盟友呢？這個就我們稍後就會請各位專家來為我們做一個預測了。首先看到3個劇本的推演，第一個 A 情境就是川普抗中戰略不變，現在把華盛頓號航艦戰鬥群撤退到中東去那邊打伊朗戰爭，他只是暫時打完之後就會立刻重返印太地區了。這種情境之下呢，就是美軍暫時做一個兵力調整而已，這是很短暫的時間。前提是中東戰爭會很早結束，讓美軍的航艦就會即刻重返印太。那這個航艦呢，就會歸西太平洋，就是繼續的捍衛第一島鏈。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呢，為了防止這個中國再突破這個第一島鏈的防線，美軍可能還會再加強堅守第一島鏈，就是升級防衛態勢嘍。包括軍售可能會加強，還有包括這個海空武器的部署也會增加，就會讓這個菲律賓到這個南韓這一塊就變成一個更扎實的防線。第二種情境是什麼呢？就是我們的 B 劇情，它跟第一種情境是完全相反的，就是美國現在把航艦調派到伊朗去，結果呢就被打爆了，然後它心有餘而力不足，是無力重返亞洲。這種情境我們設定的是什麼呢？就是美軍在中東遭遇大挫敗，前提是有重大的人員傷亡，導致美國反戰情緒高漲，因為大家都是反對這個 boots on the ground。那我們就看到，在這種情況之下呢，可以預想到，其實川普總統他的民調應該會探底的。如果沒有被彈劾的話呢，至少國會會施壓，讓他撤守更多的海外駐軍。那搞不好印太這一塊，還有包括在非洲，包括在歐洲這些地方呢，這個美軍部隊都會大幅的縮減。那這恐怕就會讓中國找到一個大機會了，就會變成第一島鏈這邊的強權，甚至是一個國際強權。第3個 C 情境呢，這是外交出現的結果。美國、中國跟北韓協商有成，等於是我們現在看到川金會有成型，還有未來這個年底的這個川習會也成型，而且這種情況下，川普是對中國跟北韓做出了實質讓步，因為他清楚意識到說其實美國恐怕沒有辦法再當全球的警察，管轄範圍沒有辦法再這麼大了，所以他就跟中國談好說，這個東半球給你，西半球給我，我乖乖的當我的西半球霸主就好了。這種情況下，美中是達成勢力平衡，是和平的狀態，但是台日菲韓，美國的印太盟友就會淪為犧牲品了。好，那針對這以上3大劇本呢，我們馬上請現場專家在你們白板上幫我們做一個情境的預測。你認為哪一個未來是有可能發生呢？那觀眾朋友們如果是用 YouTube 收看，有興趣加入討論，也請你在我們的留言區下方發表你的看法。覺得美軍戰略不變，美軍無力重返亞洲，還是印太盟友被犧牲，美中達成協議，哪一個是有可能發生的呢？好，那麼看到現場專家大概已經都寫好答案了，那我們請大家同步亮牌了。好，首先我們從左邊看過來，介大使的答案是寫1，就是这個抗中戰略長期是不變的，去伊朗只是暫時的。好，再來這個尹佑哥呢也是寫 A， 跟介大使一樣的答案。那 Ross 也寫的是 A。好，我們3位來賓都是一樣的答案。那我們先從介大使開始為我們分析。對，因為美國事實上的話，他們的這個國家國防安全報告講得很清楚對美國形成全方位的還有美國霸權的一種全方位的挑戰，那個就是中國大陸，而且它是空前的，他們過去也沒有經歷過這樣子的一個挑戰者，所以美國現在是集中大部分的力量盡量在集中大部分的力量，就是專心因為他常常不專心，一下去打一下這個俄羅斯，一下又搞一下這個委內瑞拉，然後又搞一下伊朗，對不對？那伊朗搞得怎麼樣？自己被那個盯得滿頭包，對不對？不過整個他的大的戰略基本上就是要跟中國大陸進行一場這個一定要有一個勝負的一個競爭。那這種競爭可能不是我們用競爭，可能還稍微輕了一點，應該就是一場鬥爭，那或者一場戰爭也可以。不過這個戰爭的形態不是我們過去想象的我們經驗的想象就是說熱戰，那戰場上大家做一個你死我活，或者說最後一決的這
這種戰爭，現在的戰爭是不用武器的戰爭。那麼如果非用武器的話，就用代理人的武器，代理人就是最好的武器。大國之間沒有辦法承受直接的軍事衝突。所以這場戰爭，我覺得現在還沒有到代理人的真正讓代理人去完全上陣的這個情況，而且代理人也沒那麼笨，南北韓的部分，沒有，就是美國的跟中國大陸在進行全方位的競爭的時候，這些可能的代理人這些第一島鏈上基本上都是美國的代理人，所以看美國要怎麼用。當然，現在看起来这些代理人，也不是都那麼笨，有些很笨，有些也不笨。所以呢，這個情況之下呢，就變成美國基本上只要一息尚存，他會跟中國大陸進行這個沒有現在不用武器的戰爭。那這已經打得非常激烈了，已經刀刀見骨了。那就是什麼？科技戰、貿易戰、資源戰、輿論戰，這個還有什麼？還有金融戰，這些都是打的都是真刀刀見血啊！所以在這個部分已經會造成這些代理人的相當的傷亡了。那代理人就變成就是說，美國的代理人那自己要眼罩子放亮一點。所以我認為基本上，川普抗中策略是戰略不會變。台灣常常講抗中保台，美國現在是抗中保美啊。美國自己都覺得不保了，他要抗中啊。那等到什麼時候呢？美國會不抗中呢？就美國徹底認輸的時候，經濟也被超越，然後呢，貿易戰也打不勝，科技戰也打不勝。不過呢，我總認為美國也不會這麼容易認輸。等他覺得他越來越劣勢的時候，那就是代理人要上陣了。這些代理人的話，我說第一島鏈基本上都是他代理人啊。那所以就變成就是說，這些代理人隨時也要自己要罩子放亮一點，不要被美國送上戰場去保護美國的利益。那中東打完重返印太，我想美國也沒有撤出印太啊。對，我覺得這個說法有一點，就前提要美國撤，美國都沒撤。美國只是戰力上他越來越發覺力不從心，所以他要把他的代理人通通扶植起來，然後就拼命叫你買武器，拼命叫你把你的這個國防預算提到3.0、4.0，然後呢，準備真正有可能應戰的或者不應戰的時候，他軍事上的威嚇是不只有美國，是包括他的代理人的。那等他真正覺得有必要的時候，那他就會讓代理人跟中國大陸打一場。所以這個我認為是有節奏的，是一步一步的。可是美國沒有離開亞太，也不會那麼容易離開亞太了。好，非常感謝謝大使的分析。我們請問銀佑哥，你也是選 A 啊？OK， 那這邊的話，我剛剛其實認同剛剛謝大使有去提到的，就是美國 never 從來沒有離開過亞太。現在很多人會說，這一個美軍好像這個在印太這邊戰力真空，航空母艦去中東支援了。可是不要忘記，在珍珠港這一邊還有一個羅斯福號，它有可能馬上就會過來印太這邊來坐鎮。再來就是現在對美國來講的話，它現在不用耗航空母艦，它現在跟中國這邊的戰爭不是那種航艦對航艦，你以為是2次大戰什麼中途島海戰這樣子嗎？不是，對於美國來講，它現在在這一個第一島鏈這邊的戰爭，不是航艦的大決戰，而是一個海空的封鎖戰。所以其實它現在的話，它靠它的2棲突擊艦就可以去載 F-35。那我們也看到，日本的這一個準航艦、準航母，不管是這一個出雲號還是什麼其他加賀號，這一些它也可以去負擔起這些類似的相關任務。所以其實現在對於美國來講的話，它並不是說這個中東打完重返印太，而是一樣會是一個全球的布局。但是在這一邊沒有錯，就是畢竟人手有限、船只有限、預算有限，所以它會需要這些盟邦更多的幫忙。在這裡的話，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到最明顯的就是日本還有菲律賓。為什麼最近它跟菲律賓這邊的互動關係非常好？我們看到的話，在這一個上半年的時候，日菲美的一個肩並肩演習，在巴丹群島這一帶，它就是希望今天的菲律賓可以去負擔起在南海這一邊的相對的一個任務。因為在南海這一邊，如果它可以去跟中國這邊持續在這一個海域上面或在領海這邊有一些衝突或一些矛盾的話，那是不是某些程度它也可以去消
削弱了北京對東海或在印太這一邊的一個壓力。所以其實在這邊來看的話，我們可以去看到，對於美國來講，並不會說這一個完全就放棄印太，不放棄亞太，甚至是只是它會有比起過去更不同的一個布局。了解，謝謝尹佑哥。請問 Ross 呢？我覺得 Trump 還是把 focus 放在貿易投資這方面，所以因為日本、南韓、台灣有承諾投資那麼多錢，那 Trump 為了他的歷史定位，必須要在他剩下的2年多時間，這些錢都要到位。那不一定是全部了，因為那麼多錢全部到位，在2年之內很難。但是他真的為了他歷史定位需要大筆錢，那不管是日本、南韓、台灣，這個錢都一定要到位。所以雖然 Trump 常常會批評，尤其是國防預算不夠這方面的，但是他還是不能完全跟這些國家，不管誰領導，不管誰在台灣或日本、南韓領導，他不能完全切割，還是要跟他們 nice 一點啊，不能完全 all the time 罵他們、批評他們，這個也是不可能，因為他真的需要他們這個投資的錢到位，在美國市場開始相關的開發了，所以說實在，目前我不會說他這方面不是很急，但是我們過完這個選舉，今年選舉之後，他快要變成一個跛腳總統，他不得不說，我在我任期之內，日本的錢到位，南韓的錢到位，台灣的錢到位，所以他也是要做一個平衡。比如說國防這方面，他知道日本、南韓還是希望美國扮演這個角色，所以他不可能會撤離了，真的是不可能。但是我覺得我們要從 money 這個角度來分析，因為 Trump 真的是看這個貿易跟投資這方面對他來說真的是最重要的。好，非常感謝 Ross 的分析，那也感謝3位來賓為我們做這個劇本的預測。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回來之後要跟你探討美債的議題。好，歡迎回到《寰宇全世界》的節目現場，我們要來跟你探討現在眼前的這一場美債危機啊。很多投資人可能都會認為，以往這個最安全的資產美債，現在竟然要美國政府來出手相救，才可能會救得起來。那其實現在這個就會導致可能會危及到美元，也會危及到美國霸權的這個信用度。那現在我們看到財政部已經相當有決心，想要出手來救債市了。跟你看到最新的發展，就是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呢，他宣布要把這個長天期的10年期、30年期美債單次回購規模從原本的20億美元提高到至少40億美元，等於是翻了1倍。財政部首相呢，貝森特要安撫投資人嗎？他說還有一整套的工具可以拿出來逐批的使用。那未來單次回購的規模呢，可能會超過40億元，就代表說他目前這個他認為可能還是不夠的。最新的情況發展就是現在30年期的殖利率一度下跌了大約10個基點，這是貝森特回購之後呢，就是發生的事，有下跌1點，但是24小時不到1天內又反彈到5.26%了。另外，關於這個利率指標的這個很重要的10年期公債殖利率也升到4.71%。現在全球投資人都在觀察會不會突破5%這個非常危險的水平。那我們看到，其實以現在市場來說呢，可能很多投資人覺得不想買美債，為什麼呢？第一個，看到貝森特目前的回購規模依然是相當有限的，畢竟1天之後美債殖利率又飆升回來了。第二個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債務方面沒有因此消失哦，因為大家也知道，這個美債現在會殖利率飆升，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財政負擔加重，財務缺口擴大啊，並不是因為債市本身真的有核心問題在這，而是通膨還有這個財政負擔等等的問題所致的。在華府積極的出手，其實這釋出另外一種訊號，就是要讓投資人看到這美債的問題已經到一個很嚴重的地步了，連美國政府都必須要來出手干預。那我們看到，其實以市場方面來說呢，現在黃金也是一個指標嘛。今天的黄金漲破了每盎司4600美元，等於說避險資產很多資金湧入到黃金裡面。好，投資人可能正在全面的拋棄美債，然後部分的資金就轉到這種避險資產貴金屬的配置，就降低對美元資產的依賴，
這可能就是代表說大家對美元比較沒有信心了。好，那我們就要來請教一下這個 Ross 呢，第一個問題想要請教你了，美債殖利率啊，長期来看，貝森特現在出手相救，如果他把他們說的這個政府的一系列的整頓工具拿出來用的話，你覺得會有效果嗎？或許短期之內會有效果，但是問題是美國累積這麼多國債啊，一直把這個問題拖給下一代啊。共和黨說民主黨花太多錢啊，但是問題是共和黨執政的時候也是這樣做，而且只有少數共和黨籍國會議員會公開批評，因為他們不敢批評川普總統的提供的預算案。那就導致這個結果，但是老實說，川普不太在乎了。首先他從政10年一直說 I am the king of debt， 因為他做土地開發的時候，他都是依賴借錢來經營公司，那有破產機制了。每次破產都會跟銀行進行談判。銀行會再次借錢給他，所以按照他個人的經驗，我借多少錢也沒有關係了，以後可以重新跟對方討論調整利率或什麼的。所以川普他真的不擔心，他剩下2年多期間，這個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畢竟大家不用再就是過完這次其中選舉之後，他也不用自己面對選舉，對不對？所以面對利率有什麼樣的後果？雖然他今天要擔心，因為選舉是3個月以後就要投票了，但是他之後真的不會太擔心了。所以這個真的是美國中長期要擔心的問題，我不否認。但是問題是，目前共和黨籍國會議員不敢惹怒川普。川普本人也不是很在乎了，那就跟前人幾位總統一模一樣，把問題拖給下一代。再留子孫的意思是。好，非常感謝 Ross 的分析。好，那我們要看到，其實現在美債殖利率啊這個問題，當下眼前的難題有什麼了？其實啊，苦到的就是民眾的生活，一連串的後續問題恐怕都要爆發出來了。除了民眾借貸成本會因為殖利率飆升而提高之外呢，其實我們看到現在 AI 很多企業呢，這些科技巨頭他們也都在發公司債，想要來提振 AI 的投資。美債殖利率現在把利息拉這麼高的話，會不會是等於是企業跟政府在搶資金呢？我們就看到，如果美債殖利率10年期，假如它真的飆破5%這個數字，那企業借錢就得付出更高的利率。同時呢，因為這個利息變高了嘛，所以可能更多資金會流進美債，就會導致股市市場就會轉弱，需要有更強的獲利才能夠吸引投資人的資金。那以民眾方面來說呢，其實中低收入戶是最受衝擊的一群，包括他們的信用卡利息包括他們的房貸包括車貸，都會因為殖利率上升而同步的費用變得很高。我們來看到一個很實際的例子，就是美國大型零售商，這個是這普遍社會大眾都會去消費的地方。沃爾瑪他們8月20號發布的最新財報就顯示了銷售成長降至2.6%，這個是一個非常低的水平。那就企業方面呢，我們剛剛也跟你提到，現在一個問題可能是美債跟企業債會搶奪資金。好，所以如果未來這些 AI 呢，他們沒有拿出更高吸引力的這個投資項目，單只靠這個題材的議題，還有借貸擴張的公司來吸引資金的話，恐怕會在高殖利率的情況下就會率先被淘汰。好，那麼針對以上的這些發展就要來請教一下尹佑哥了。請問你認為說，關於這個政府債跟 AI 債搶資金的這個議題呢，對投資人來說，哪一個更具有吸引力呢？這邊的話，我們要先講，基本上這些都是衍生性金融商品啦。那在這個衍生性金融商品，主要的就是要什麼呢？要搶的是熱錢，投資人的熱錢，我要放哪裡？那為什麼我們過去會放在美國的這個？我們講美債其實是美國公債嘛。為什麼要放在美國公債？就是因為它穩定，它這個大概是這個美國
應該不會倒吧？我們講這個說這個大到不能倒，美國應該是不會有這風險啊。所以說，其實那時候，而且再加上，如果你美國真的出問題的話，它多印鈔票，這個資產轉移就好了嘛。所以說，其實為什麼大家那時候會很多的一些投資朋友會選擇美債，主要就是因為它是一個很低風險的一個金融商品。但是就現在來看的話，如果現在美債有一點出現一些新的變化，那再加上現在我們說 AI 啦或者是什麼啦相關的一個議題，其實是非常熱的。所以其實會不會有一些人會選擇的是，那我一樣的錢，我為什麼要放在這美債？而是不如說我是不是應該要放在這一個 AI 或相關的一些其他他們所借的一些其他所發行的債券，利用這個方式去做一些新的投資。那當然啦，這一些投資的東西，我們這個節目不是這個，我們不是這個股票投資節目，我講到這邊就好。我的重點是說，今天的話，大家投資人自己會去找對他最有利的一個產品組合。是，就剛剛我們也講到了黃金、貴重金屬。因為貴重金屬最近來看的話，因為這些戰爭的關係，所以整個貴重金屬的一個價格飆漲得非常快。那所以說，其實這一些投資人他自己也會去想。但我個人會覺得啦，對於美國來講的話，我們說剛剛我們看到貝森特嘛，貝森特他的一些方法啦，還是什麼的，或者是說在這裡，如果今天財政政策有問題，因為現在美國再留子孫的一個問題，不是今天才開始的，早就克林頓當時克林頓他有做經濟的改革，可克林頓之後，小布希一路到現在都碰到一樣的問題。這個時候我會覺得，當財政政策可能效果有限的時候，美國就會用貨幣政策，就是什麼加碼。就是它的一個升息，或者是升級碼，用這個方式去讓這些熱錢不要讓熱錢可以更多在市場。因為其實今天我們剛剛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沃爾瑪的這個什麼銷售下降啦，還有這個房貸、車貸企業融資成本上升，但融資成本上升會讓大家怎麼樣？更不想借錢，更不想借錢的話，就會造成說，今天熱錢在市場的流動是向下的。那流動向下，大家不願意買東西，就會形成一個通貨的一個緊縮，不是通膨，是通貨緊縮，景氣狀況會更往下走。這個東西對於川普來講是他不想看到的。沒有錯，川普只剩2年多，可是接下來就要選舉了，選舉前他至少要把這個場子給炒熱。那場子炒熱的話，他就會希望讓熱錢從銀行或者從這個債券這邊進入到投資市場，那投資市場這一邊就有可能會是之前為什麼我們看要升息或降息，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影響？關鍵就是在於說它會聯動到美債跟美國的財政跟貨幣政策。好，謝謝彥佑哥的分析。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美債殖利率持續的飆漲的情況呢，其實從這個黃金的價格飆漲到4600每盎司，這等於是3個月的新高，是自從美伊戰爭開打以來最高的數字哦。這確實是反映美國人這個外界投資人可能對美元、可能對美債是有恐慌情緒存在的。不過對美國政府來說呢，當前最急迫的問題大概已經不是這個美債有沒有辦法還了，而是利息變這麼多，我們該怎麼去支付呢？好，所以我們看到了，其實現在美債年度利息逼近了多少呢？1年就已經1兆美元了，這佔據美國總體的 GDP 高達125%。為了支付利息他們就是要繼續的發新債，或就是陷入一個我們可以說叫做債養債，然後利滾利的一個黑洞，一個惡性循環。因為照正常邏輯來看呢，當你的債台高築的時候，利息升高了。好，來吸引投資人，但是你就要借更多錢，發更多的債來償還這些債務。不過呢，我們現在看到美國如果真的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其實單靠回購長期美債沒有什麼太大用處，那只是治標不治本。真正要解決的話，就要從財政方面來進行全面大刀闊斧的改革。選項有什麼呢？每一個都是雙面刃，而且對人民來說可能都會有很大的影響。第一個当然就是增加你的稅負嘛，好，增加國庫的錢，全民要增稅。那再來就是削減社福支出，這影響的就是這個中低收入人民的。最後呢，他也可以去嚴查這個逃漏稅呢，尤其是這個富人的逃漏稅，好，會不會這麼做？其實存在很大的變數。再就是最後一個削減國防支出，因為畢竟美國這個財政支出一個很大部分就是在國防支出上，所以呢，把這個軍隊的這個錢好把它弄少一點，但是這就會危及到美國的國安了。好，那麼這一期就要來請教一下介大使我們現在看到美國美債陷入這麼大的危機，那這會不會讓投資人們去重新評估對美國的信用呢？現在因為就是在重新評估當中，所以美債現在這個賣不動，然後呢金價往上漲，所以這個問題基本上就是大家對美元美債的信心正在下降。其實就是說美國要
要就是說改善他的今天的財政赤字的這個問題，美債這個將近40億美金，40兆美金啊。其實這個你剛剛下面那個圖最右下角呢，就是真的正本清源的做法。可是川普沒有一樣要採行。第一個他不會徵稅，對，他還減稅。對，大而美法案。你知道共和黨基本上是小政府，對，他是盡量把那些要亂花錢的項目都給他裁掉。然後政府也不要搞什麼搖籃到墳墓哈，搞一些很龐大的這社福計劃。可是以現在美國的政治的這個現實來講，要說川普，任何人上台都不敢隨便徵稅了。然後呢，也不敢削減社會福利。你給出去的社福，你敢削減嗎？雖然川普說啊，奧巴馬的健保怎麼如何啊，可是我看就是說，這些美國的政客現在都會就是說，講話講得很漂亮，實際上沒有往前走一步，對，也沒有把這些社福的預算大幅的給他這個給他減少，然後呢，逃漏稅。說實在，作為逃稅的就應該川普本人吧？對，他要抓逃漏稅，他應該很好抓，也沒看他抓，因為逃漏稅很多可能都是他的朋友啊，對不對？要不然就是他的那個大金主啊，他不能亂抓稅啊，抓稅要抓對人啊。然後在削減國防支出，他都相反，對不對？他不但明年美國的國防支出1.5兆美金，對不對？多了5000億。1年就給你增下來，對不對？所以這些事情真正能夠正本清源，他沒有一樣做。只有貝森特說：“我給你回購，從20億增加到40億。拜託，你欠債是欠40兆，你拿出20億來解決這個你美債問題，可見就是什麼呀？大家都是怎麼樣？都靠一張嘴，該做的動作他也知道。貝森特，你敢徵稅，川普立刻叫你下台。”對不對？那現在川普還可以掌握兩院的時候，你什麼時候徵過稅？對，哪有只有減稅啊？對，富人稅不斷在減嘛。那另外一方，他還增加了很多支出你現在美國這個 Intel 也怎麼樣？也補貼你啊，40億啊。還有你現在這些美國的這些搞這些稀土的，馬上5億美金就給你啊。對，所以就變成就是說，政府支出沒有減少，然後收入沒有增加。那這個情況下，稅就是越來越往後推，就是再留子孫，等我下台的時候就好了。那事實上，美債你說立刻會出現問題，可能也不是那麼容易，因為大部分的美債還是美國的法人跟美國的自然人在持有，中間有31兆都是美國的這些自然人，他在理財的時候他買美債，因為30年5%的話又很穩，很多人買啊。另外還有 pension fund。這些退撫基金，美國一個城市任何都有 pension fund，他們做避險的時候，他必然會買一部分這些美國的國債，所以你說他立刻要垮，也不是那麼容易啦。那所以就一直往後拖吧，對吧？拖到下一任總統再去面臨這個問題吧。好，非常感謝季大使的分析，然後也感謝3位來賓為我們做這個劇本的推演。那我們再休息一下，待會回來之後，我們來進行這個美債劇本的情境預測。好，歡迎回到《寰宇全世界》的節目現場。我們接下來要針對這個美債眼前這一場危機呢，跟你做未來的劇本推演。我們請現場的專家學者來跟我們預測，認為哪一種情境是最有可能發生的。目前再跟你講解一下，美國現在的國債多少呢？本周突破了40兆美元，非常的多。光是過去1年就增加了3兆美元，然後呢，這個利息支付就要1兆美元，佔據美國 GDP 的整整125%。最新情況，現在可以看到美國財政部已經是有決心想要解決了。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呢，他就把這個回購規模升了1倍，從原本的20億美元增加了到40億美元。那他今天也說了，這個未來規模還會再更多，一定會超過40億美元，要來有這個下定決心解決這個問題。另一方面呢，美國面對這個巨大創紀錄的國債，加上很多的問題，包括通膨沒有消退，好，經濟持續降溫 ，AI 企業又在跟政府搶資金，還有包括我們剛剛一直跟你強調的財政支出還是過於龐大，完全沒有解決。這樣的情況下，美債的未來到底會走向哪裡呢？第一種情境，我們幫你假設的 A 情境，就是財政部這邊就可以穩住了，等於是貝森特他
針對呢他說的這個政府一系列的工具箱，拿出各種工具來逐步的對這個美債下功夫。這種情況下，貝森特就會持續的擴大回購美債的規模，並減少長債，然後改發短債，就是讓這個長期殖利率呢在市场流通性就变得更少了，然後改發短債。再來，他也可能會出手啊，就是呼籲這個聯準會 Fed 呢來縮減資產負債表，最後就是要透過這個調整政府的持債結構來解決美債問題。好，那第一種情境到這個地步的時候，這個美債殖利率就可以被成功壓到正常水平。第二種情境，我們看到的是啊，走到聯準會這個地步了。財政部的政策通通失效，聯準會主動出來，透過印鈔的方式要替這國債來續命。財政部的工具呢完全沒有用，現在 FED 主動停止縮表的啟動，那聯準會也重啟比較是量化寬鬆的政策，大量的印鈔票要來拯救債市。不過這種情況下呢，因為大量印鈔勢必會造成通貨膨脹的情況，那這個就會拖累美元大幅的貶值，等於是全球只要跟美元有掛鈎的國家，他们的貨幣還有他們的資產都會一起被拖下去。再來看到第三種情況呢，只是最嚴重的情況，美債這個崩盤了，全球資產上演大逃殺的戲碼。這種情況之下呢，包括我們剛剛說的財政部，還有包括聯準會，他們通通政策都失敗了，美債只能靠印鈔來解救。這是投資人解讀啊，說看到印鈔要救美債，而且好像也沒有用。長期美債呢，勢必會在這個時候引起猛烈的拋售。然後接下來是會掀起一連串的金融災難反應，包括殖利率10年期升破6%這個超危險水平，高槓桿的資金呢會遭到這個追繳保證金，然後連帶讓這個銀行、保險業都接連暴雷，所以等於是這個美債對全球的影響。崩盤之後呢，範圍就擴及了全世界。好，那麼現在針對這 A、B、C 以上的3種可能衍生的劇本呢，我請現場的專家來為我們在白板上寫上你的答案。如果觀眾朋友們有興趣想加入討論，也請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區寫下你的看法。好，那麼看到現在現場的這個來賓們都已經把答案寫好了，我們同步亮牌。首先從介大使這邊看過來，介大使的答案是 A。那銀佑哥呢，就是寫 A 加 B， 就是可能是貝森特財政部跟聯準會這邊出手就能穩住了。好，那再來看到的是 Ross 的答案，則是 B， 會走到聯準會這一步，好，可能會有印鈔的這個動作出現。好，那我們首先請 Ross 這邊來跟我們解釋一下，為什麼你認為聯準會就可以解決呢？不一定是解決，但是印鈔是很有可能，因為這個我認為是最 easy 的方法了，不用想那麼多了，那我們就直接印鈔好了。這個因為A 跟 C 的這些步驟有點複雜了，不一定是做得到，但是印鈔今天決定就可以開始，不是今天印全部，但是將來幾個月或1年等等長期時間。如果做下幾個決定，那他們就知道未來的方向是如何，那就開始印了。我覺得對他們來說，不管是財政部 Fed 那邊，或者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總統。其實我覺得 A、B、C， 我覺得川普可能會選 B 了，會選 B 哦。對。但是這樣的話，那通膨的問題怎麼辦？因為印更多的鈔，它會加劇美國的通膨。川普那麼多錢了，他真的不在乎了。他應該是50多年自己沒有去超市買東西了，所以他自己不知道。對他來說，他可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所以人家不管，比如說是記者提問這件事情，他就會但是股市那麼好，大家都在賺錢，經濟發展，所以他會說，東西變貴一點點也沒有關係了，因為他已經說了很多次了，所以我現在是認為，你跟他說會引起通膨，他不會那麼擔心，因為他會說但是大家都已經賺，因為股市大家都賺錢了，或者是薪水都調高了，我覺得跟他講通膨的問題，他不會那麼擔心。尤其是過完選舉，他又不會因為通膨不會太擔心了，對，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說，印鈔真的是最容易的、最直接的方法，真的對。好，感謝 Ross 的分析。那我們來請問一下銀佑哥，為什麼你選的是 A 加 B 呢？這是什麼意思？我們先講了，就是說消去法來看的話，C 我覺得是不太可能啦。整個失敗，這個不會讓它崩盤。當然，我記得大概在20年前有一本書叫《美元大崩壞》，因為當時我還念企管系嘛，所以我們那時候看一些。那時候我覺得這個機會不大，但是為什麼 A 我會說是 A 跟 B 呢？因為 A 貝森特他要把態度做出來。
他要讓川普會覺得是說，我有在想辦法拯救這一個債券的市場，我有想辦法要去調整一些政府的一個持債的結構，他會做，可是用途不大，就是說他會有一個方向出來。可是這個實際是不是？我講白一點，他就好像是這一個，你還要這個已經生病了，你還叫他說你要這個不能吃東西，你要維持這個三高要先降下來。可是現在要的是什麼？立刻動手術，動手術就是 B， 就是印鈔票，最快的方法。所以 A 跟 B 我會認為同時會同步進行。A 的方向，貝森特這邊會講很多一些感覺上冠冕堂皇，感覺上一個正確的方向，可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它還是要靠量化寬鬆，靠量化寬鬆快速的去解決債券的一個問題。那這個東西會不會造成說美元的貶值？貶值之後買的東西越少，造成美國更大的貧富差距，或者是這個零元購還怎麼樣的狀況會再出來？我覺得這一點會是另外美國會出現的問題。所以尹佑哥的想法就是說啊，两者并行的时候，其實貝森特那一邊他提出的政策主要是在安撫投資人的情緒，對。然後，但是實際呢，下手救美債就是聯準會透過印鈔的方式來解救美債。非常謝謝尹佑哥的這個預測。那再我們請問一下介大使，您認為呢？我認為美國這個國家呢是長富於民啊，就是說政府欠個40兆。占它 GDP 比例，那要跟日本欠了這個GDP 的2.6倍，那美國還是有很大的空間。美國真的不是說金山銀山推成的，美國要想辦法賺錢方法多得很啊。對，以前有些國家財政快垮的時候就開始賣護照啊，賣簽證移民啊，對不對？那美國這麼多地方，好啦，加州不要賣，你去那個 Nebraska、North South Dakota、North Dakota。那邊看到牛跟羊比人還多啊，對不對？那賣一點護照，賣一點移民的話，那是可以賺很多錢的哦。對，那它還帶來巨額的投資也不一定的。所以美國的方法很多啦。我覺得美國事實上，你說這個國家要破產啊，不是那麼容易的。那當然現在來講的話，川普更厲害。川普不但從美國內部可以賣一點東西啊，還可以從國際上來刮收很多錢。對，我們就小算一筆賬好了。台灣在川普的賬上是欠他5500億美金。韓國欠他，日本欠他4500億，韓國欠他3500億，歐盟欠他2000億。這個加起來就1.5兆。這些國家，川普在想說我沒錢了，貝森特你跟他們談判，要不然就怎麼樣？要不然就加關稅。加關稅在川普的他的想法裡面也是賺錢的。對，我加關稅，我去年增加6000億美金的關稅，我替美國賺了6000億，都是外國出口商，然後雖然胡扯，他也可以搞出一筆錢。所以你看講擴大回購美債，我一些朋友就講說40億美元去買國債，你可以40兆美元，40億啦，40億，然後要去救40兆美元，它擴造回购，那你的欠債是40兆，你想有用嗎？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大所謂的大刀闊斧，我認為他還怎麼講呢？他還是向外刮收。川普在2.0以後，他不是2.0，應該2.5。如果說他這次這個選舉完了以後，不管勝敗，國內他不管了，就跟國際上台灣你5500億，你不要跟我打哈哈，對。然後你韓國現在已經講了，韓國現在日本通通都要拿錢的，所以這些錢都回去的話，美國事實上我覺得他很多這些川普增加的這麼多支出啊，起碼我覺得貝森特他手上會多一點錢。那你說美國會這個搞成全球經濟大恐慌？目前情況之下，我認為比例不高了，比例不高，就是說發生比例不高，所以我認為川普會擴大對外刮收。這一次很不幸啊，就是說伊朗的石油跟荷姆茲海峽兩個金雞母沒抓到，要不然打了半天，如果說伊朗的石油被美國控制了，荷姆茲海峽也可以收錢。美國的收入就大增了，所以呢，我覺得川普會向外尋求，就叫貝森特去搞錢，從外面搞錢來，不是從國內那幾個政策，這個
財政政策那個是杯水車薪了。川普不會玩這種小遊戲，他都是怎麼樣說穿了啦。